是会让相爱的人彼此乱猜，给自己创造一些借口去爱。明明是快乐的开始，背段爱的精彩，却偏偏要出现许多意外。忧伤的时候就大声唱出来，别让快乐输给了阴霾。有些瞬间不会一直有，让彼此拥有幸福的心怀。忧伤的时候就大声唱出来，别让不爱一直存在。放下所有埋怨，所有不快，从头来。放下所有埋怨，所有不怪，从头来。款款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和你爸爸从维尔回来以后，想你想疯了，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。后来我们决定去福利院领个孩子，所以就把玉莹给带回来了。玉莹呢，她比你小1岁，也算是你妹妹了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给她取名叫玉莹吗？因为你叫爱莹，你的大名叫阮爱莹。我听说你跟玉莹之前在维尔就认识，是吧？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冥冥之中啊，她们俩就是好姐妹，对吧？现在啊，总算是我跟你爸爸认了亲生女儿了。可是，唯一的遗憾是，我们不能朝夕相处。款款，如果你能搬回来住就好了。我是说真的，如果你能够搬回来住，起码我跟你爸爸能够弥补一下这20年来不在你身边的遗憾了。啊！钟先生，款款，可能这件事呢，我和我夫人有点一厢情愿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把你们请来，就想跟你们商量商量，您看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当初没有孩子走失这件事啊，款款真是应该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当中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多好啊！也不用跟着我到处颠沛流离，为生活发愁。是啊，这20年是追不回来了。但是款款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一家3口还是在一起的话，那就不用了。我不要什么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我只想要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可这就是你的生活呀！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属于我的，什么是不属于我的。以前属于我的爸爸，你们跳出来，千方百计地证明他不是我的亲生爸爸。这20几年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有自己的回忆，可你们却告诉我，过去的那些年都不算数，还让我离开我爸，回来跟你们一起生活，做你们的女儿。
这怎么可能？我做了20几年的钟款款，我不是阮爱莹。很抱歉，也许是你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可是却是我的父母用他们的皱纹和汗水来换取我的成长。如果当初不是他们捡到我，今天我也不会好端端的站在你们面前。你们在我生命里缺失了那么多年，现在却突然出现，想要改变我，想要介入我的生活。对不起，我接受不了。款款，款款！若萍，钟先生，我想跟款款谈谈。谢谢。款款，或许我和你妈妈今天做的这件事情，确实有些唐突。可是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我在这里恳求你听一下一个失去女儿多年、一个父亲的心里话，行吗？我承认。我们的突然出现对你而言的确是凭空多出来的父母，可你知道吗？你是我和你妈妈疼爱了20几年的亲生骨肉。你不在这20几年，思念就压抑了我20几年，期盼和痛苦就折磨了20几年。所以，请你原谅我和你妈妈的唐突，行吗？款款，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你太久了，所以才想有更多的时间和你相处。可是，我的人生早已偏离原来的路了。款款，这一点你放心吧，我和你妈妈绝不会干涉你。我们就想希望看到你快乐。看你过得好，看你过得充实，这就是我和你妈妈最大的满足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你第一声叫我爸爸的时候，你那个小声音啊，这20几年来一直在爸爸的脑子里回荡着。每当我遇到痛苦和挫折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你在叫我爸爸的时候，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那时候我几岁啊？那时候，你只有1岁2个月。我记得那时候，你也就这么高。你是刚刚学会走路。我记得，当时你特别喜欢一双小鞋，因为你穿上它以后啊，这鞋会发出响声，嘎哒嘎哒的。你开心的在整个院子里跑。整个院子里都是你的笑声。
我这辈子啊，设计过无数令人赞叹的建筑，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开心过。我一直跟自己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能亲耳听到我的女儿再叫我一声爸爸，我死而无憾。或许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满足。朱先生，你知道，我和他爸爸只有这么一个亲生女儿。我们这次的相认，不是惊喜，是死而无憾。这我懂。可是，我们跟款款的缘分太浅了。10月怀胎，我哄她、抱她，都在眼前。可他却不认得我们。这话呀，也不能这么说。实际上，可能也是我不好。这么多年，曾经好几次想把真相告诉他，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，狠不下心来，以至于孩子现在，他得有个适应的过程，对吧？朱先生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劝劝款款好不好？母女联系，我相信只要他回来，我们俩多处处，他一定能够感觉到这份亲情的。周先生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还有个女儿叫玉莹，我们疼她，宠爱她。我本以为我完全无私，我做到了一个母亲所有的责任。可是自从款款出现以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内心深处有一块地方是留给款款的，那种恋人担心的那种牵挂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牵动了我的心。也许这种骨肉分离的痛苦，你不一定能很明白，但是我请你一定要体谅，一定要理解，一定要成全我这个做母亲的心，好吗？
车怎么了？咱们车有点问题，您先等一下，我先修修看。没关系。好，这是一记飞向左外野的高飞球，这一球直奔全垒打。阮小姐果然是身手不凡。怎么会这么巧啊？我也觉得特别巧。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地方是咱们两个认识以后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是啊，当时我们可没想到还会有这么多的情节。玉莹，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欠你一个解释。你没有欠我什么，是我自己误会了。没想到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我早已输掉了这一局。玉莹，所以我们两个还是朋友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总经理，咱们车子的问题好像有点严重，我已经叫了拖车了。天乐，你的车抛锚了，那我送你回去吧。好。这么无聊，一个人打球。款款的身世你已经知道了吧？嗯。你知道我是我爸妈领养的，不是亲生的。我是孤儿。我爸妈当年失去了款款，才到孤儿院领养我的。这20几年来，我一直都是款款的替身，也可以说，我只是款款的冒牌货而已。其实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也许当初阮伯伯和阮伯母他们是思念款款，才把你领回去的。可是这么多年，你都是他们的掌上明珠啊！你孝顺他们，你关心他们，这么多年的感情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。我很清楚，既然有了款款，从此以后，我这个冒牌的就该功成身退，让正牌的女儿陪爸妈去享受天伦之乐了。你为什么连这么一点自信都没有呢？啊？阮伯伯和阮伯母苦心把你抚养长大，你连最后一点骨气都拿不出来吗？你也是阮家的女儿，难道多了一个款款这样的姐姐，你这20多年的自信就毁于一旦了吗？你连阮玉莹最基本的这3个字的意义也不要了吗？你的姓，你的名，你的一切，都是领养你的父母给你的，这一切你都不要了吗？我不管你的身世是什么，你现在只要做好你自己，做好阮玉莹。别的我也不说了，你自己想吧。但是我请你一定要体谅，一定要理解，一定要成全我这个做母亲的心。我在气我自己，为什么我不是您的女儿？款款，爸爸也恨自己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老婆呀，我们不能那么自私，把款款占为己有。如果他有机会成为人家的掌上明珠，这才是他应该享受的完美人生。你说
说是吧？起来了，柴心蛋糕，哎呀，就，刚爬起来，脸也不洗，牙也不刷，柴心蛋糕，嘿嘿，不动，不对，说的不对，这就是柴心蛋糕，我最爱吃的了。爸，我给你弄点那个小雪人啊、小雪花什么的，弄得漂亮点啊。你想要小雪花、小雪人啊？好吃。好吃。可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呀？少什么呀？故事啊。什么故事啊？就是你每次做柴心蛋糕都会给我讲的那个故事。我第一次学做蛋糕就是为了听故事才学的。故事好长时间都没讲了，都忘了。你少来啊！每次都讲同一个故事，怎么可能忘呢？哎呀，宽宽，你都多大了，老听一个故事你不腻啊？我听不腻，我就要听。我最喜欢听我爸讲故事了，快讲。好，我给你讲啊。很久很久以前呐，有一个好心、可爱又迷人的公主，她迷了路，坐在森林里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其实我女儿就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公主。她在2岁那年迷了路，走进了我的怀抱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双臂就一直没有放开过她。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我都没想过要让她离开我。其实越舍不得，就越能理解你们的心情。款款跟我这么多年，连个大学也没读过。原来我以为他像我，不愿意学习，就喜欢做点小点心。可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款款的亲生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师，实际上也就是我无能啊，也没给款款一个好环境，所以无形当中也就耽误了他的前程和他追求的东西。可是今天，我相信你们2位一定会给他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生活环境，让咱们的款款也做个小公主。你说是吧？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不管款款将来要什么、学什么，我们都会给他最好的条件和最好的资助的。这个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款款跟我这么多年，生活当中有自己很多的习惯，在这儿我都跟你说一说。您说，您说。款款平常喜欢絮絮叨叨，絮絮叨叨。这我明白，这点跟他爸爸一模一样。对，跟我有点像。放下！怎么又喝酒啊？呛了我了，你都就喝一点嘛。一点也不行。
这大中午的不吃饭，你在这喝酒，还吃这些东西，高血压、高血脂，你老喝这个酒得病怎么办？这孩子平时很乐观向上，有事自己就扛着。其实他更多的还是怕别人或者是我太担心他。明白。这孩子现在成熟了，无论碰到任何大的事情，只要你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，就成。喂，钟涛先生，这是你第386次痛改前非，第607次要好好工作。来，好好干嘛？咱们欠人家钱欠了那么久，你心里不会过意不去吗？咱们以什么立场跟人家要钱啊？钱没了再赚呗，咱们能还多少就先还多少。等咱们把度假村的合约拿下来，别说是1栋房子，就是8栋房子我都还得起。钟先生，没事儿。这孩子跟了我20多年，想把他交给你们，心里头还真是舍不得呀。明白。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，刚要责备他之前呢，他自己已经责备自己好多次了。教孩子嘛，有些话不用多说，就让他哭去吧。等他哭累了，陪他吃点巧克力，他很快就会重新乐观开朗起来。从此以后，款款这孩子的欢笑与眼泪，都是你们的责任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爸，你把我箱子拿出来干什么呀？我跟你爸妈谈了，从明天起，你搬回去住，我把行李给你准备好了。我都说了我不跟他们住，你干嘛自己就决定了？不要闹脾气好不好？既然你爸妈要把你接回去住，你就没有必要再住这儿了。我就不去，我不搬。放下！爸，闹够了没有？我这么多年把你养大，啊，你还嫌不够吗？你还要赖着我多久？爸，要不是因为你妈，我才懒得养你呢。你妈倒好，一走了之，啊，这10几年让我一个人养活你，我哪儿也去不了，还要怎么着？本来我可以过轻松的日子，是不是？还是因为你，10几年了，赖够了没有啊？你干什么呀，爸？我告诉你，我本来也是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人，还是因为有你，什么理想、抱负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害得我在外面喝酒喝不尽兴，赌博赌不痛快，你还要怎么着？爸，
爸，你骗我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想让我去阮家才这么说的？你肯定骗我的吧？别叫我爸！我跟你说，你要喊爸，就喊你亲爸亲妈去。行了，我看你也别明天走了，现在就走，走。走啊！走！走啊！以为可以骄傲，自我陶醉的相爱偷爱。我不是小孩，已经忘了关怀。抛开了手风和脚调，终于可以真不爱。我不是小孩，却突然迷失了人海。我不是你的亲爸，去找你的亲爸去吧。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我不是小孩，却越来越丢失了存在，越迷茫越慌张，越纠缠的在现实中为了显帅，不愿释怀，从没把自己做交代，不言而喻的期待，却没期待换来爱，曾经的对白已经没有必要揭开，那么多的幻听其实都不存在。你是说，款款还是不想回家？对不起，我跟款款谈过了。我呀，想了一个晚上，没办法，我想啊，咱们之间能不能达成一个什么协议？我想，这是目前唯一能把款款送到你们手中的办法了。啊。爸，你赶不走我的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好吧，既然赶不走，我就不赶了。款款，你既然不离开老爸，那就是说，爸住哪儿，你也愿意住哪儿。嗯。那好吧，老爸这回决定了。决定什么呀？款款，今天是咱父女俩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日子。店长，我钟涛可不可以请个假呀？请假？钟先生，款款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回来了。那个李妈，哎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从今以后咱们家呀多了2个新的成员，这位是钟先生，这位是款款，你以前都认识的啊。你们好啊，爸。嗯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哎，开什么玩笑？哎，款款，这可是你说的，爸走到哪儿你就陪到哪儿。爸现在决定就住这儿了。至于你妈，你想跟着你就跟着，
你想陪着你就陪着，如果你想走呢，爸也不留你。哎，阮先生，哎，你也是个著名的设计师，你看你们家多漂亮，又大又好，给我准备一间房间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走，带您去看看。走走，来。款款，我帮你准备好了你的房间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待会儿你顺便把衣服换了，我的饭也快做好了，一块吃午饭好不好？来，走。你瞧瞧，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。你看这成片的豪宅，老爸是不行了，买不起哟。爸，我还是觉得不太习惯。瞧，傻丫头，平常跟爸过苦日子的时候，从来没提过不习惯。哼，现在过上好日子了，反而不习惯了。你还说呢？我最不习惯的就是你。爸怎么了？平时在家吧，吃饭最喜欢翘着脚，穿着那个大背心儿、大拖鞋。你说这样最自在，神仙都不换。你看你现在穿的，刚才吃饭的时候，连喝汤都不敢发出声音。喝汤？那呀，宽宽，那不是人多吗？收敛点嘛。哎呀，其实爸呀，过着好日子，自在的很呐。哎呀，我得感谢老天爷呀，让我收养了这么一个乖女儿。现在呢，住豪宅，享清福，吃好的，喝好的，多好啊！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人生至此，还能有什么遗憾呢？钟先生，钟先生，款款，是这样的，师兄说了，要给款款办个 party， 主要是欢迎款款回家，顺便告诉亲朋好友，我们总算找到了我们的亲生女儿。party。款款，过两天妈妈带你去买衣服啊。钟先生，我帮你买了套衣服，不知道合不合适，要不咱们试试看。哦，来，好，试试。没想到，我的人生会走进这座秘密花园。我发现，我的亲生妈妈是个凡事不必动手的贵妇。平时她只要吩咐司机跟管家，就能把家事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但是我搬进来以后，她却总是坚持要亲自在睡前替我铺床，陪我聊天。我的亲生爸爸是个很斯文慈祥的先生，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工作室或者书房内画设计图。虽然他对我的记忆直到我2岁为止，但是他却清楚地记得我出生后的第一次笑是在什么时候。来，干一杯，干！玉莹啊，过段时间我们家要搞个 party， 你喜欢吃哪家饭店的东西？妈妈打电话去订回来。我没意见，都行。要不这样吧，款款，你订一个，好不好？我都行。在家开 party，这事交给我呀，我是多好的厨师啊！
没问题。人手要是不够的话，让乔峰来帮忙，怎么样？还是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我是很好的厨子啊。妈妈担心的是，到时候该怎么介绍钟伯的身份？这有什么不好介绍的？就这样，款款是我的养女，然后呢，我们俩一块搬家里来住了。然后今天晚上这个这个宴会呢，吃菜，由我来。快吃菜。那个吃菜。钟先生啊，您呐，辛辛苦苦的把款款替我们夫妇带大了，您就是款款的恩人，也是我们的恩人。这个 party 不仅仅是代表款款，也是为了感谢您，我们还是叫外卖吧。啊，您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招呼一下客人，您看如何？好不好？你就当自己是这里的主人，帮助我们一块照顾客人，好不好？哦，快吃。好，叫外卖啊？啊，那好吧，来喝酒。灰姑娘睡了吗？灰姑娘还在睡，睡美人倒是失眠了。我在你家门口呢。款款，款款。我在这儿呢，过来呀，快来，这儿。嘘，小点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你啊。怎么样？灰姑娘变成公主之后，生活习不习惯啊？不说话呀？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啊？不是不习惯。是确实有点不太适应。痛了，勉强呼吸，开始懂了。